想象一下，周末朋友兴冲冲拉你去新开的网红商场，电梯口人挤人，走廊里人声嘈杂，香水味、油烟味、若有似无的汗味混在一起。你站在人群中间，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但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想离开这里，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朋友，也不是因为你不饿，而是从骨子里升起一股烦躁，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像是周围的空气变成了实体，正慢慢把你的能量抽干。你看着别人大声笑，若无其事地刷手机，毫不在意地和陌生人肩膀贴肩膀。你不明白他们怎么能那么自在。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太矫情了？是不是我不合群？是不是我有问题？如果你对这个场景感同身受，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么今天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我想认真跟你聊聊这件事。你对拥挤场所的那种排斥感，不是矫情，不是脆弱，更不是什么社交障碍，它的背后藏着一个非常真实的神经科学原理。当你了解这个原理之后，你可能会第一次真正理解自己，甚至开始心疼自己。在继续往下讲之前，请你现在就动动手指，按个赞并订阅这个频道，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能确保我们之间的这份连接不会中断。为了以后还能收到像这样让你更了解自己，也更善待自己的内容，请别让我们的连接断掉。让我们从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角度切入。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外界信息时，并不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有些人的神经系统天生就拥有更高的感知灵敏度，这不是比喻，这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生理事实。心理学家伊莲·艾荣博士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花了多年时间研究一类人，这类人对外界刺激的处理深度远远超过普通人。他的研究发现，大约有 15% 到 20% 的人口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经系统特质。这种特质让他们对环境中的细节、情绪、声音、光线、气味的感知都比其他人更深、更强，也更难以过滤。请注意，关键词是处理深度更深，而不是单纯的更敏感或更脆弱。这两件事有本质上的区别。你可以把普通人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普通的麦克风，收音正常，不会刻意放大太多背景噪音。而这类人的神经系统更像是一个专业录音棚里才会用到的高灵敏度收音设备，它能捕捉到普通麦克风完全忽略掉的细节，比如远处时钟的滴答声，比如房间里空调风向的微弱变化。但同样，当声音变得太过嘈杂、太过密集时，它也更容易过载。这不是设备坏了，只是因为这个设备太好了。当你站在一个拥挤的商场里，你的大脑在同一时间单位内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可能是你旁边那个看起来毫不在意的人的好几倍。你在无意识中扫描每一张路过的面孔，感受着人群整体情绪的细微波动。你可能会注意到角落里那对情侣好像正在冷战，听到3米外有个孩子快要哭出来了，闻到空调通风口吹来的一股奇怪气味。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你还要费力维持自己跟朋友的对话，管理自己脸上的表情，不让内心的烦躁显露出来。这些信息你没有主动去搜集，但你的神经系统替你全收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逛了2个小时商场，你的朋友出来之后依然兴致勃勃，甚至还想继续逛下一家，而你出来之后只想赶快回家躺着，什么都不想，谁也不想理。你们消耗的不是同等的能量，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量级。你以为你们只是逛了同一间商场，但实际上你的大脑经历了一场信息风暴。你可能会想，这有什么科学根据吗？有的神经科学研究者贾基德·哈拉里博士的团队曾经做过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他们使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技术去扫描不同感知特质的人面对相同社交场景时的大脑活动。结果非常清楚，
那些拥有高感知特质的人在处理社交信息时，他们大脑中负责深度加工和情绪共情的区域，其激活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人。这意味着他们不只是感觉到更多东西，而是真真实实的在神经层面上进行了更密集的信息运算。而这种运算是要消耗能量的，是真实的，可以被测量的生理能量。在神经科学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感觉门控。感觉门控是大脑的一种过滤机制，它可以自动筛选掉那些不重要或者重复的刺激，让你不会对每一个微小的声音、光线变化都做出反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守门人，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进入意识层面，哪些直接被挡在门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守门人工作效率很高，能轻松过滤掉商场里的背景噪声、陌生人的对话片段。但是对于高感知特质的人来说，这个感觉门控系统往往比较懒惰，或者说比较开放，它会让更多的信息渗透进来。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大脑不想过滤，而是你的神经系统天生的设置就是让门开得更大一些。这让你获得了更丰富的感知，但也让你更容易被信息淹没。所以你对拥挤场所的那种排斥和疲惫，本质上是你的大脑在告诉你，我的处理器快要满了，我需要空间来清理缓存。这是一个信号，而不是一个缺陷。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道理，但这还不够。真正的痛苦往往不只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那种长期以来被贴标签、被误解的委屈。你有没有被人说过你太敏感了？你有没有在热闹的聚会结束之后，独自坐在回家的地铁上，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空洞感，然后开始在脑海里回放自己今天的表现，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话了，哪里表现得不够合群？你有没有因为不想去人挤人的地方而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奇怪，甚至主动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的标签，用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名词来解释自己的感受？这些经历如果你都有，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话，请你仔细听好。我们生活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外向、热闹、合群当成了一种默认的、正常的状态，而把喜欢安静、不喜欢拥挤的人定义为某种需要被纠正、需要被改变的异类。这种偏见几乎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校里，老师总是更喜欢，也更常夸奖那些积极举手发言的孩子。在职场上，外向的人总是更容易被认为有领导力、有团队精神。在社交场合里，那个总是先说要离开的人，总是需要给出一个理由。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好像想离开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解释、被原谅的行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所谓正常的标准，它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作家苏珊·凯恩在他的著作《安静》里花了大量篇幅分析，西方文化如何在20世纪初从一个重视内在深度的品格文化，转向了一个重视外在表现和社交魅力的个性文化。这个文化的转向，让那些安静、内敛、需要独处、需要空间的人开始被系统性的边缘化。他们被认为是不够积极、不够有企图心，甚至是性格有缺陷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回头看看历史，那些真正改变了世界的人，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极度不喜欢拥挤嘈杂环境的人。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物理学家牛顿，他在剑桥大学任教期间，恰逢伦敦爆发大瘟疫，学校被迫关闭。牛顿回到了他宁静的乡下老家沃尔索普，在那段几乎与世隔绝、充满了孤独与安静的日子里，他没有被无聊和焦虑吞噬。相反，正是在那种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环境中，他的思维得以全速运转。他不仅发展出了微积分学的初步构想，还完成了光学实验。更关键的是，他坐在那棵著名的苹果树下，开始思考万有引力的问题。你能想象，如果把牛顿放在当时拥挤、嘈杂、
充满各种社交压力的伦敦咖啡馆里，他还能产生这些石破天惊的灵感吗？恐怕很难。他需要的不是人，不是热闹，而是一个没有过多外部刺激的纯粹的思考空间。再举一个你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作家法兰兹·卡夫卡。他一生都深受拥挤和嘈杂环境的困扰。他在布拉格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办公室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同事们的谈话声、打字机的敲击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让他几乎无法专注。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在办公室里，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块被不断摩擦的石头，不是被磨亮，而是被磨耗。为了能够写作，他养成了一个极其严格的习惯，每天深夜，当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家人都睡着之后，他才会点亮灯，开始伏案书写他的那些不朽的作品。变形记审判就是在这样绝对的孤独和安静中诞生的。卡夫卡本人极度讨厌社交场合，他形容派对和聚会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力的合法抢劫。这不是他的局限，这恰恰是他创造力的来源。当你的神经系统持续过载的时候，你的大脑根本没有余力去进行深度的、复杂的思考。这就像一台计算机，当后台同时运行着几十个程序，你连移动鼠标都会觉得卡顿。你必须先关掉那些占用资源的后台程序，才能让真正重要的、需要高效能运行的软件流畅工作。你对独处和安静的渴望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你的大脑在主动为自己创造能够运转、能够深度思考的必要条件。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开始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我也必须指出一个很多人，包括你自己在内，可能都不太愿意承认的矛盾之处。你不喜欢拥挤的地方，但你不一定不喜欢人。这两件事很多人会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你可能拥有非常深厚的、持续多年的友谊，你可能在一对一的深度对话中感到无比自在和充实，你可能在帮助一个亲近的朋友解决困难时感受到强烈的满足感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感。但是，一旦你进入一个嘈杂的、人数众多的群体环境，那种自在和充实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忍受的消耗感。这不是矛盾，这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你渴望的连结是真实的、有质量的、深度的连结，而不是那种用人数、用音量、用热闹程度来填充的氛围感。在一个嘈杂的大型聚会上，你很难真正进入一段对话的深处，因为每隔几秒钟可能就会有人插话，可能会有更大的笑声从隔壁传来，可能音乐声会突然变大。你很难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流动，因为你的大脑一直在分心，一直在处理那些没有意义的背景信息，所以你感受不到连结，你只感受到消耗。而当你和一个真正理解你的朋友坐在一个安静的咖啡馆角落，聊一个真正打动你们、真正有意义的话题，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你不会觉得累，你甚至会觉得像是充了电一样。这个差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清晰的解释。高感知特质的人对于浅层社交的耐受度非常低，但是他们对于深度连结的需求反而比一般人更加强烈。他们不是不需要人，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交流、真实的情感。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大型聚会上如坐针毡，但在3-5好友的小范围深度对话中却如鱼得水，这不是你的社交能力有问题，这恰恰是你的神经系统在帮你筛选哪些是真正值得你投入能量的连接。你的内心其实有一套非常精准、非常高效的过滤系统，只是这套系统运转的方式和社会大众期待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好的，刚刚我们谈到了社会对外向的偏爱以及高感知特质的人其实更渴望深度连结，但你可能不知道，或者很少意识到，长期压抑自己对安静和空间的需求其实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个代价不是那种戏剧性的、突然的崩溃，而是一种慢性的、持续的消耗。你可能会为了维持关系、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不合群，而强迫自己去参加每一个聚会，强迫自己在嘈杂的环境里表现得游刃有余，强迫自己不要那么矫情。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容易情绪波动，也许只是一件小事就能让你烦躁一整天。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连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都变得困难。你会发现自己对很多以前喜欢的事情慢慢提不起兴趣。这不是你变懒了，也不是你变消极了，这是你的神经系统在长期超负荷运转之后，开始启动它的保护机制，开始强制降频。研究慢性压力对大脑影响的神经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长期处于与自身神经系统特质相悖的环境中，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持续偏高。皮质醇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长期偏高的皮质醇会对大脑中负责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的区域产生实质性的负面的影响。这不是心理暗示，这不是想开点就能解决的，这是可以被测量的真实的生理变化。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很多人会认为，既然你讨厌拥挤，容易过载，那就应该拼命去适应，去脱敏，把自己暴露在越来越多的刺激中，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敏感。这种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对于高感知特质的神经系统来说，这种强制脱敏训练往往是适得其反的。临床心理学研究发现，长期强迫自己暴露于超负荷的环境，不会让你的感觉门控变得更好，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感觉防御反应。也就是说，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敏感，更容易疲惫，因为你没有改变你的神经基础，你只是在不断地触发压力反应。真正的适应不是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学会与自己的特质共处，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与策略。这就像你有一双对声音极度敏锐的耳朵，你不应该去听重金属摇滚演唱会来训练自己，而是应该保护好你的听力，在需要的时候戴上降噪耳机。所以，给自己创造安静的空间不是自私，不是懒惰，不是逃避责任，这是一种必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神经系统维护。就像你不会批评一台精密的光学仪器需要定期校准，你也不应该批评自己的大脑需要定期清空，需要喘息的时间。让我再跟你分享一个全新的，你可能没听过的角度。你可能会想，讨厌拥挤，喜欢安静，这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吧？毕竟现代都市的人口密度这么高。但其实这种倾向在人类的演化历史上可能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想象一下，我们的远古祖先在一个几十人的部落里生活，部落里总是有几个人，他们对环境中的危险信号异常敏锐，他们会注意到草丛中不寻常的晃动，会察觉到远处传来的其他人根本没听到的野兽低吼，会感觉到空气中细微的气味变化。这些人在集体狩猎或遭遇危险时提供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信息。但在平时，当部落所有人围在篝火旁唱唱跳跳，进行热闹的集体仪式时，这几个人可能会感到不适，可能会悄悄退到人群的边缘，甚至一个人躲进黑暗里。在当时的部落里，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有点奇怪，不太合群的人。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部落才更能避开风险，才能活得更久。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拥挤的排斥，对安静的渴望，也许不是你的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古老的，被写进基因里的，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有价值的生存策略。这个社会需要那些能在嘈杂中快速决策、带动气氛的人，但同样也绝对需要那些能在安静中深度思考、敏锐察觉风险的人。现在我想在这里停一下，直接问你一个问题，请你真实的在心里回答自己。你上一次真正给自己一段完全安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不是指那种一边刷手机一边听音乐的放松，也不是指开着电视当背景音然后躺在沙发上睡着的休息。我指的是真正的安静。
没有任何信息输入，没有屏幕发出的蓝光，没有需要你回应的提示音，没有需要你处理的社交刺激，只是让你一个人待着，让你的大脑自由地漂浮、发散、清空的那种空白时间。如果你想了很久，发现想不起来，或者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么我想告诉你，你欠自己一段这样的时间。这不是因为你需要充电，然后才能继续为别人付出，继续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不是的，而是因为你本身就值得拥有这样的空间。这份空间不附带任何条件，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因为你是你，你的神经系统运转的方式就是如此。他需要这个，你就给他。这是一种自我尊重，而不是自我放纵。我知道你可能已经听过太多人告诉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想太多，多出去走走就好了，你得多接触人，得锻炼自己勇敢走出舒适圈。这些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时候适度的挑战和扩张对任何人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这些话被用来否定你对安静的根本需求，被用来告诉你你的感受是错的，你应该变成另一种人，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个并不适合你的模板来粗暴地评判你的神经系统。你不需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喜欢热闹、喜欢拥挤的人才算是正常，才算是成功。你需要做的是真正了解自己的神经系统是怎么工作的，了解它的极限在哪里，了解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表现得最好，然后根据这个真实的自己去设计你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你的社交圈，去安排你的能量分配，这才是真正的自我认知，而不是用别人的标准把自己活活逼成一个不快乐的版本。让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现代社会的真实案例。有心理学家研究过瑞典这个国家。瑞典是一个在文化上非常重视个人空间和安静的国家。在瑞典，人们在公共场所会自觉地保持距离，排队时中间甚至能再站一个人。他们非常不喜欢突兀的、毫无意义的闲聊。对于很多来自热情奔放、重视热闹社交文化的人来说，瑞典人可能显得有点冷漠，有点难以接近。但如果我们去看全球创新指数、幸福指数以及人均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瑞典常年名列前茅。这不是巧合，这个国家的文化为那些需要安静、需要独处、需要深度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极为友善的土壤。他们的社会没有强迫每一个人都要外向，都要热衷于派对，他们尊重安静的价值，而这种尊重反过来滋养了他们的创造力和社会福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喜欢安静不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疾病，而是一种可以被善加利用、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特质。问题不在于你，而在于你所处的环境是否懂得欣赏和利用这种特质。不仅仅是瑞典，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另一位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同样是一个极度需要安静的人。他在瑞士伯恩专利局工作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会推着婴儿车带着儿子去散步，但那不是为了社交，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他曾写道：我是一个真正的非孤独的旅行者，我从未全心全意归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面对所有这些关系，我总是感到一种距离感，一种对孤独的需要。这种对孤独和安静的需要并没有让他变得冷漠或无能，反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构想相对论。如果爱因斯坦活在当代，被迫参加无休止的办公室团建和社交聚会，他还能产出那些颠覆物理学的伟大思想吗？非常值得怀疑。所以请你记住这个要点，你对拥挤的排斥很可能不是你有问题，而是你拥有和牛顿、卡夫卡、爱因斯坦类似的神经运作模式，差别只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或环境给予了他们可以躲进安静角落的许可，而你可能正在被当代社会的外向偏爱所压迫。不要把这种压迫内化为对自己的指责。好了，回到你身上，当你下一次站在一个拥挤的地方，
感到那种强烈的想立刻离开的冲动时，我希望你的第一个反应不再是批评自己、责备自己。我希望你能想起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内容，然后在心里轻轻地告诉自己，我的大脑正在处理大量的信息，它现在需要空间，这没有什么不对。你不是难相处，你只是运转的方式不同。你不是不合群，你只是对群的质量有着比别人更高的要求。你不是脆弱，你只是感知得更深，而感知得更深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道歉的事。这个世界需要各种不同运转方式的神经系统，需要那些能在嘈杂中快速决策，在混乱中带领大家前进的人，但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那些能在安静中深度思考，在孤独中产生洞见，在细微之处看见整个世界的人。你是后者，这是你的特质，不是你的缺陷。所以请你记住这句话，不是你适应不了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学会欣赏你的频率。你值得拥有一个能让你真正喘息的空间，一个不需要你解释自己为什么需要安静的空间。你值得在自己的节奏里好好的、完整的、不带愧疚的活着。最后，我想邀请你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做一个小小的动作，请你到评论区告诉我，你上一次感到彻底放松，大脑完全放空，不需要应付任何人，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从来没有过，或者你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我需要安静，让我知道，也让其他跟你一样的人知道我们不孤单。透过这个简单的留言，你就是在对自己，也对所有拥有同样特质的人说，我看见你了，你的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你是被理解的。如果你身边也有人一直在为同样的事情困扰，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奇怪、太不合群，请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他们。有时候简简单单一句你没有问题，就足以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频道接下来还会聊很多关于理解自己、善待自己的话题。每一个话题我都会像今天一样认真对待，因为你值得。如果你还没订阅，请现在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